Hello，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蜜雅。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帮第一组的朋友看一下月老要把什么样子的恋人送到你们的身边哦，命中注定的恋人。好，首先呢，一样来帮第一组的朋友对应一下你们现在的一个能量哦。来抽人物牌卡。好，这第一张牌是反抗者，第二张牌是战士。第三张牌是疗愈者，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天生啊，非常的与众不同，非常的独特。很可能过去在你的人生中的某一个领域，可能是你的学业、你的感情，你做出了一个跟别人与众不同的选择。可能你家人都希望你去做什么样子的工作，或者是说希望你依照某一条规划的路去走，可是呢，你自己想要走自己一个独特的路，与众不同的路。还有一些朋友我看到的是，其实你们因为你们本身的能量非常的特别，所以你们有一种，比如说你的家庭阶级，你有一种逆天改命，就是你不想要活得跟你原生家庭一样，你想要去突破。比如说你原生家庭的经济状况不是这么好，你可能会想要去反抗现有的你所存在的那个阶级，或者是有些朋友你原生家庭父母婚姻感情不是这么好，你会想要去脱离这样子的这种轮回。我感觉你们确实内心有做出一个跟你身边的人，或是跟你原来的这个家庭不一样的一个选择。有些朋友你可能是好家庭中、家族中第一个去国外念书的人，或者说第一个做出某一种选择的人。好，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因为你自己独特的一个看待事情的方式，以及解读事情的方式，不容易在现实的社会中、现实的环境中找到那种志同道合的朋友。因为也许你觉得你讲出去之后，很少有人很少有人能够去理解你跟接住你，因此很多时候你们可能会把一些心情把一些情绪的垃圾都选择向内隐藏起来。好，你们人生中经历过不止一次的蜕变，可能到现在别人看到你就是生命中的一个战士，遇到困难也不退缩，你勇敢的为自己跟其他人争取权利，就是你在别人的面前看起来很从容，其实你们内心有很多揪心，有很多难过的以前发生的那些事情，那些故事，你只是选择把那一面隐藏起来。因为你们在人家面前你就是生命的战士，你就是人生中的战士。很可能过去你们的这个决定让你的生命掀起了一些风暴，或者是说别人给你带来的风暴，你想要去逃脱，你想要去逃离，而这样子的反抗我觉得确确实实也让你去明白一些事情，让你看清楚好人世间的险恶，以及有谁是真的朋友，你可以怎么样子去寻求协助，让你去更现实、更明白的去看这个世界。有的时候你也好像去懂这个反抗不见得是要明着来，就是有的时候你需要去用尽全力跟对方拼搏，但有的时候你可能会选择你是默默的暗中进行，这样子才不会好像太强出头就被对方发现。所以我看到你们会运用你们的思考进行适度的反抗。有些人你是在你的这个体制，在这个规则下去做一些反抗，很可能你会去召集一些跟你有相同经验的
好，相同经验的人，或是被牵连的人、受害者，你们一起去讨公道、争取权利等等。其实你们一开始啊，并不是生命中的战士，也不是反抗者，你们一开始是疗愈者，你们相信美，相信善，只是因为你真的是在生命中遭遇了一些事情，如果你没有遭遇这些事情，你很可能就是一个继续做那种很温柔、很温暖的疗愈者。可是因为你生命中遭遇了一些事情，好，让你没有办法再忍了，让你没有办法再受到这个屈辱，很憋屈，你觉得你真的必须要去做什么事情。因此我看到你们有一个去一改原先可能比较这种温柔柔软，或者是说总是相信人都是善良的这一部分，你们去改变转换这个想法，开始用一个比较激烈的手段，或是比较能够保全自己的手段，比较现实的方式去面对这个世界，来迎接或者说来跟你生命中的这些不好的人事物做对抗，来争取自己的权利，然后想办法重新的活下去。而你们现在很多人，我觉得你们都已经从灵魂暗夜渐渐的走出，有些朋友你可能远离了你过去某一个令你难过的人事物，你就是想要跟他们挥手告别一段感情，或者是一个工作的场合等等的，你重新去寻找方向等等。好，你们的内在就是有这两种怎么说呢？有一点点冲突，但是又能够融合的很好的特质。你可以对人很善良，可是一旦侵犯到你，你们也会毫不犹豫的起来反抗。因为这个真的是有一些朋友过去你可能有些有一些人，少数的人还看到你们是被霸凌，或是因为别人那一种怎么说呢，就是有一点恶意的去散布一些什么样子的谣言在网络上啊，就是随口一句，然后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就在下面附和。有的人可能因为这样子，你就是莫名其妙的被贴标签，被什么样子的这种谣言困扰、笼罩等等，因而去丢失了一些你的工作机会，或者是说影响到你原来很不错的一个生活。所以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真的是受到了这些事情之后，你下定决心要为自己去争取，这个争取是好的，因为不能让别人一直去欺负你。同时啊，你们也确实为自己开疆辟土，去争取了一些生存的空间。然后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现在真的是活得还不错。这些是凭你们自己的力量，然后一点一滴从灵魂暗夜中走出来的。那你们的内在其实有这种能够去照顾跟关怀别人的能量一旦你们如果说这个场合是让你很安心、很放心的话，我觉得其实你们生命中你心灵深处的疗愈者能量就会展现出来。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你们遇到的这个人有什么样子的特质。好，我们一样抽出这个人物的牌卡。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好，来看一下，这个是你们的牌。好，看一下对方对方首先他是一个诗人然后呢，还有就是你们能够一起去享受这个美好的生命。还有这张牌是伙伴你们会有那种很忠诚，然后很深层的这种心灵的交流。还有他是人生中的一个解放者我觉得你们会蛮合的首先是这个人他是一个诗人，就是感受事物的能力很强他对于爱情其实会有很多深切的情感，然后对于爱人也会有无比的忠诚他会将另外一半视为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然后可能还会去歌颂他。就是他的生活中对于爱情这件事情，他不单单只是我想要找一个伴侣跟我完成这个交配，完成这个传宗接代，相反的，对他来说，伴侣不仅仅只是伴侣，而是他情感生活中的寄托，也是他心灵中的支柱。对他来说，感情不单单只是一个
这种价值的交换，更多的是两个人要互相的扶持，共同的成长。他一旦跟你结合之后，我觉得他就会对你很好，很忠诚，甚至他没有办法想象，如果他失去了你那样子的生活会是如何。你会成为他灵感的来源，他天生就注定是这样子的性格，他会深深爱着他的另外一半，而且感觉到他非常的细心，非常的去体贴。他身上跟你们一样也有那种疗愈的特质，然后他也会尽力的想要去理解你在想什么，所以你跟他在一起，你绝对会感受到你是被珍视的，你是会被他捧在掌心的，你是被他深深的疼爱的。好，那同时啊，你跟他可以一起去享受生命中很多美好的时刻。你看这张牌是在海滩上看风景，旁边还有美酒跟佳肴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呢，他本身是有很浪漫、很丰富的这种情感跟情绪，他可能会带着你，或者说跟你一起去营造一个很温馨、很开心的一个生活场景。对他来说啊，你的幸福是非常重要的，你快不快乐是很重要的。除了这个赚钱啊、过生活之外，他是愿意花钱投资在伴侣关系上，就是他愿意去他愿意去花钱让你们两个的生活过得更好，他也愿意透过金钱来表达他对你的爱跟忠诚。比如说你们两个要出去玩的话，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们会选择，就是你们讨论选择之后呢，会找出一个两个人都喜欢的一个方式，就是不会有一方说要很省啊、很拮据啊，然后另外一方就觉得很不开心。你们两个是可以从游玩中去感受到，诶，跟这个人在一起哦，真的是能够相处，又可以一起玩、一起吃、一起去看这个世界。所以你跟他在一起有很多的浪漫的这种美好的因素情境在里面，同时啊，他也会在经济上啊，如果他可以的话，在感情上啊，如果可以的话，他都会给你这种很细心的一个照料，至少是用一些实际的生活，让你会去过得开心、过得好。无论是煮菜啊，或者是说做一桌佳肴给你吃，或是把家里弄得很温馨、弄得很舒服，或是他去赚很多的金钱回来，对他来说，两个人在一起开心，两个人在一起就是生命中充满很多美好的事物，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这个就是他生命中最大的一个幸福跟快乐的来源。好，同时啊，他也是你人生中的伙伴，代表说，其实你过去啊，不是都很难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人，你过去的能量是比较压抑的，因为可能并不是那么容易找到可以跟你沟通、可以跟你交流的人。可是这个人呢，他是能够跟你去交流的，能够让你把一些隐藏起来的情绪去跟他说的。好，你们两个在海里啊，悠游自在的游泳，下面还有很多的海豚。海豚哦，用这个海豚音在沟通哦，别人听不懂，可是他们自己能够去理解。同样的，你们彼此也会有彼此的默契，可能一个眼神啊，就知道彼此在想什么，或是你今天好突然想要吃什么，然后结果对方就跟你说，哦，我们去吃哪一个什么东西，就会非常的有默契，你都还没有讲出来，对方就把你的话接下去。还有可能你们都会喜欢同一个歌手，或是对同样的事情感兴趣，你们还有那种越活越像，就是越来越有夫妻脸，然后身上的气味都越来越像的感觉。好，你们两个是可以生活在一起，活得很开心、很自在的。还有一个我看到，如果你原先的工作是那种很忙的，需要轮班，然后可能作息不正常的话，有可能你跟他在一起之后，他会去协调出一个新的方式，或者是说，因为他希望你的健康排第一很重要，我觉得可能你会去离开原本比较辛苦的工作，那也许是重新的两个人讨论
出来要做什么，或是说暂时呢待在家里，照顾生活。如果照顾他的生活，如果你们经济许可的话，那我会觉得这个人在生活上会是没有那么的计较金钱的。如果你是想要自己出来创业，或者说自己出来做什么的话，他也会去支持你度过前面那些比较辛苦的一个阶段。好，那如果你本身是一个不是那么有事业心的人，你喜欢就是过那一种不要太去跟别人竞争的生活，待在家里就好。我觉得这个人也是可以去跟你协调跟就是分工的，对，因为你们就是伙伴嘛，各种形式的交流都可以。但是呢，这组朋友感觉上你心中是有理想想要去做的，你心中是有一个愿望想要去实现的。这个人来你生命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解放者哦，他能够帮助你不被传统的价值观所束缚，他能够帮助你不要去从众。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他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可能他的直觉力很强，所以呢他想要去你们是反抗者嘛，我觉得他有一点想要去保护他看到的你。反抗者跟战士生命中一定会遇到很多的敌人、挑战跟难关，所以他就是要来帮助你，他就是要来保护你。你在遇到他之前，很可能都是你要自己去照料自己，你要为自己争取权益，你要自己去保护自己。可是这个人出现之后，我觉得他确确实实会花很多的时间跟心力来去看照，去帮助你争取权利。就是他的戈壁是向内弯的，不容许他所爱的人受到欺负或是受到委屈，他会帮你想办法，然后一起去面对各种情况。同时啊，他也会去鼓励你去运用本身的资源、本身的天赋、本身的才能去达成你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跟这个人在一起之后啊，其实你内在有一些东西，有些特质就会呈现出来。也许你们本身呢，就是想要去发挥这个疗愈的特质，去多多的帮助别人，多多的照顾别人等等的，他就会去协助你去开发出这样子的能力，以及要怎么样在现实世界中把这个特质落地，并且是可以去赚到钱的。所以这个人哦，如果他不是，就算是说他不是你们的感情对象，我觉得他其实也会成为你生命中一个很好的贵人。那今天呢，他又是你的贵人，又是你的伙伴，又是你的感情对象，所以其实这个真是宇宙送给你们很好的一个礼物。好，再来看一下你跟他的一个认识的一个情形哦。好，这边有这个死神牌，然后宝剑侍者，还有金币三哦。好，这个是说啊，你们可能在遇到他的时候啊，是人生中一个比较低潮的时期，或者是说刚刚从低谷中走出来，有一种死后重生的感觉。很可能这个人就是帮助你重生的人，他就很像是在你这个茫茫大海中的一个浮木，你因为他，所以你整个人生焕然一新，你整个人可以脱离一个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的一个状况。可能你终于因为这个人去终结了一个感情关系，或者是说终结了你现在生活中的不愉快，可以跟他重新的在一个新的地方开始生活过日子。也有可能是你在一个困难的情况中，他看到了你在工作上，然后在生活中，他就是主动去协助你，主动的去帮助你等等的。你们有一些朋友，感觉上你们会是在那种工作学习的场合认识的，或者是说在这种运动的场合中认识的。他是一个有能力去帮助你提升，甚至是去指导你的，刚刚说过贵人嘛，而且他还蛮乐意去协助你的。有没有看到这个宝剑三哦，她是一个女生在练习瑜伽，后面有一个老师在协助她跟指导她，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呢，他很可能去
因为他已经走过你走过的路，吃过你吃过的苦，或是说他就是比较成熟，因此他能够看出你当下的盲点在哪里，去帮助你去解决那个困难，或是解决那个最重要的你卡顿的地方。而且啊，他看得出来你们本身是有才华、是有潜质的，他非常的欣赏你，因为他虽然能够去帮别人，他有这个能量，但他也不是谁都帮哦，因为有的时候你帮别人反而会去害到自己，有没有？但是他偏偏哦，他就是要去帮助你，就是要去协助你，因为他看出来你们内在其实是疗愈者，他看得出来你们外在那个坚硬的外壳里面有一个需要就是需要疗愈的受伤的这种内在的小孩。他知道你天生的个性其实是单纯的，其实是敏感的。虽然外在看起来你是一个战士，虽然外在看起来你好像什么都行，但是他知道你内在是需要被照顾，是需要被关爱，是需要疼爱的。再加上他非常欣赏你身上的能量、才华、一些资质、一些特质，所以他非常想要去帮助你。所以我觉得他看到你哦，一开始可能不见得是要跟你谈一段感情，而是他觉得你这个人很独特，就是他觉得你生命中过往的经验很可能都可以去写一本书，他非常的欣赏你这种越挫越勇，或是在这么艰困的环境中，还能够存活下来。因此，好，他真的是要来帮助你，在你的生命中来伸出援手，可能他是来解决你的，像这个金币三财务上的危机，或者是说某一个思考点，他告诉你之后，你突然就是可以跨过去了，就是原先你很可能都是没有办法去跨过去这个坎，可是他轻轻的去指点你，你就发现原来诀窍在那里，你诀窍在这边，你可以去用这个方式去沟通。所以说，这个人在你的生命中，我觉得他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帮助，不单单只有在感情层面，在生活层面也是哦，因为你生命中的一些危机状况被解除了，很可能因为这个人哦，你跟你的原生家庭在沟通的时候有了一个保护伞，就是能够作为润滑剂，或者是说你的财务状况、经济状况得到舒缓。好，这边是金币9，所以你们两个的感情啊，就像花朵一样，花朵越开越盛，越开越美，越开越多。所以刚刚说过，他对你的爱情，对你的感情是越来越深的，所以你们很可能最后就是会走到结婚。也许一开始两个人只是在事业上、学习上的一个合作，互相讨论，或是彼此欣赏，他欣赏你这样的一个关系，可是并没有想到最后就是走向结婚。因为啊，我觉得他对你的这种爱啊，也是不知不觉的在被激发出来。很可能他一开始就是只是想要因为欣赏你，想要去帮助你，没有想到他去了解你越多，跟你相处越多，就觉得相处起来很舒服，他很喜欢你，他想要跟你继续走下去，直到他内心深处对你的情感真的是没有办法再去隐瞒。我觉得很可能你们两个就要么就是自然而然的走在一起，或者是说他很可能就会去给你一些暗示，或是给你一些告白等等的。这个人给人的感觉就是如果是女生的话，我觉得她会有这种高雅很漂亮的一个气质。男生的话，我觉得他很绅士，穿西装是非常好看，穿西装打领带会非常有架势的，特别是他在穿一些正式的衣服，然后经过梳妆打扮之后，绝对是焕然一新，有明星气质的。好，接下来再看一下下面的牌哦。这个感情还会给你们带来什么样子的能量呢？它会给你带来很大的改变哦。好，这个改变是什么呢？留着奶与蜜之地哦。好，接下来他是你的灵魂伴侣。好，来看一下哦。他出现在你的生命中啊，真的会给你带来一个很大的改变。刚刚说过嘛，
他会把你看成是他生命中很珍贵、很珍惜的东西。你们有可能两个人结合之后啊，会好像一起去做出一个判断，也许是新的居住地，两个人要住在哪里，或者说其中有一个人的这种环境要有所变迁。那在这样子的改变中啊，你看这边有一个塔哦，然后他会把你放在这个塔中，精心的呵护。就是虽然外在的环境有一些改变，有一些变动，或者是说，有一些人是在耳语的，但是对他来说，他不想要这些外在的声音让你受到伤害，或是让你的心情受到影响。所以呢，很多东西我觉得他都会帮你去阻挡掉，就是他不会把一些很烦心的事情拿来烦你。我们可以在就是彼此建立的这个塔中哦，感情的这个基础上往前走。所以外在即使有风，即使有变化，但是最后呢，你们都会走到这个流着奶与蜜之地。所以就是说，过去啊，你们很可能是在统治者在那种压迫下的环境生活着。你们可以因为这个人的到来，你脱离了原先那个受困的环境，以及你自己本身也是战士，也是反抗者。你们去找到属于自己的路，自立门户，最后去找到属于你们的丰饶的乐土。看到这边有彩虹，享不尽的牛奶跟蜂蜜。所以跟这个人在一起之后，刚刚说过嘛，就真的不是只有爱情，还有生活跟物质上都有很大的一个提升，你们会过得很滋润、很舒服、很滋养。这边还出现了彩虹，他是对你非常的愿意奉献，非常的愿意付出的。他也不会因为说因为一些这种自尊心的关系，就会去好像一定要去展现说谁比较强，谁比较这种要去掌握那种发言权。我觉得不是哦，他不是那种说有一种情况是大男人大女人，就是他只能去听他说的话，其他东西没有办法协商。这个人虽然能力很好，可是你们是可以在情感生活中平等对待，再加上他又非常愿意奉献，也有可能他是在工作在公司中是一个比较强悍的形象，或是比较这种严肃的形象。可是回到家中，你会发现他的另外一面是可爱的，然后你们很可能就会一起玩啊，一起笑啊，一起有没有互相的，就像这两只企鹅一样，帮彼此梳这个羽毛。所以你跟他就是灵魂上的一个伴侣，你们的这种灵魂啊，心跟心是连在一起的，是可以互相的去沟通，互相的去交流的。他会把你当成他人生中的那个最宝贵的 VIP， 这个 VIP 室中就是布置的非常舒服，然后有一个王位是给你坐的，但是他也不是那种，我觉得他不是那种低声下气的人，而是他愿意宠爱你，但是他同时不会好像是这种有一种叫什么奴吗？就是什么这种妻奴或是什么就是把自己看得很低，然后把对方看成是国王。我觉得他的这种宠爱是建立在他疼爱你，有一种我想要照顾你，我疼爱你，因为我很有能力，因为我会照顾人嘛，因为我就是想要去奉献，想要去付出的感觉。所以看起来他真的是对你有很深很深的暗恋，这种恋爱的这种感情啦。如果两个人分隔两地在远方的话，他很可能会常常给你传讯息啊、视讯啊，或者说如果没有办法传讯息、视讯他就会看着你的照片，在想说你们曾经说过的话，一起吃过的东西，一起去过哪里，再加上前面他还有这个诗人的特质，有没有可能他为你写一首诗，唱一首歌，或是用什么样子比较浪漫的方式来表达出他对你的这个喜爱呢？我觉得他是会去表达出来的。好，那你们呢？你看你们有疗愈者，你们很可能深深的去
疗愈了他，就是你在不知不觉中说的话打动了他，因此他会觉得，你们跟其他人真的是很不一样。他想要你去绽放出你原本的光芒。很可能过去你为了要在这个世界上求生存，你是一个战士，战士就是他要拿着很多的武器盔甲，因此他会把他的真心给隐藏起来，把这个心中比较柔软跟脆弱的一面都藏在这个盔甲下。现在你的这个生命中的解放者出现了，所以他要去让你呈现你真实的面貌，本来的一个样子。而且这个生命中的这个转换跟风暴，我觉得在这个风暴过去之后，你会发现，这些变动、这些改变对你而言都是好的，会影响更正向、更积极的方向去走。很多时候在这个风暴当中，它会去扫除一些不好的能量，让你可以去断舍离，甚至是帮你脱困，因为你可能没有办法自己很快的脱困，然后现在这个风暴来了，就是这样子，就是好像混乱的状况下，过去那个没有办法解开的结它也就被吹散了，就吹走了。所以呢，我觉得有点像是因为一些转变，让你生命中本来不知道怎么解的这个难题，也可以去解决了，可以重新的去不再那么的焦灼，很多事情重新有了方向。这个风暴停住，就是风暴停止之后阳光重新浮现，所以你看到原来我生命中还有新的选择，新的方向。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人他有什么话想要对你们说。好，首先就是你们要去更打开、更敞开你自己因为这个就是一个你可以去创造出一个新的这种友谊，然后也可以去吸引到这个关系。就是你们过去可能真的是比较在感情上，也许你比较封闭，因为害怕受伤，或是说你们采取一个观望的态度，敌不动我不动。如果你感觉到自己好像被冷落了，你就会选择先切断关系，或者说如果你不传讯息给我，我也不要传讯息给你等等的。其实这张牌就是要告诉你，你要先对别人敞开，你要先不要这么把心墙筑得这么高，因为别人可能会不理解你到底在想什么。很可能你会觉得说我已经有主动了，但是对他来说，你的主动很可能就是你的主动太过被动，就是你觉得你已经鼓起最大的勇气，可是对方看起来好像就只是一个很平淡的一个问候，所以他还以为你对他没有意思。有些朋友我看到真的是这样，你在感情上是比较被动的，你会把这个心意隐藏得很深，所以对方会不明白你在想什么。这个是信心的跳跃，所以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你真的是要去跨出你的舒适圈，去跟对方牵起这个爱的桥梁，去跟对方做一个比较好的沟通，然后你们会去得到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回报，就是这个恋爱关系上的一个回报。很可能你遇到他之前上网看了很多攻略很多教程比如说要怎么让另外一半对你好，要怎么样吸引另外一半，要怎么让对方愿意花钱，然后更爱你等等的。可是你遇到这个人之后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完完全全都不需要，因为他就已经很爱你了。在你没有遇到他之前，很可能你们会一直觉得说我必须要去做一些什么，我必须要去好多去上一些沟通课，我必须要去多理解一些事情，或是要变得更有魅力，对方才会爱我，这段关系才能够长久。可是你遇到他之后，真的你会发现对方就已经很爱你了。其实你不需要去做那么多的改变，或者说你不需要去用那么多的手段套路或是心机的方式来引诱他勾引他，其实真的都不需要。只要你对他有信心，对自己有信心，其实这段感情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回报的。你们的心要打开，好，重新的去定位你自己的思想就是有些朋友你要注意，你跟宇宙
在呼唤的这个念头是什么？是恐惧的，是害怕的，还是你真正的想要去吸引的这一段关系呢？你心中的这个念头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大家要抱着期待的心情来去吸引这一段关系，这个也是对方想要跟你说的耶。我觉得他不希望你的生命是活在一种担忧跟害怕，比如说我年纪到了，会不会有另外，就是会不会还能够遇到爱我的人，或者说我单身这么久了，会不会总是好像都没有适合的缘分，或者是各种这种因缘际会等等的，他会要你去相信，而不是害怕。有些人即使你自己条件很好，可是总是说好像爱你的你不爱他，然后你喜欢的又阴错阳差没有办法对上，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真的要告诉你说，你要带着开心跟期待过生活，而不是要觉得自己很没有魅力，很不好，不要带着害怕去过生活，这是他想要跟你说的。好，不同的路哦，你遇到他之后啊，你就不会像之前一样，你会是一个全新的人哦，各方面都是哦。有些人甚至这个人他会影响到你的事业生涯会有一个转换，还有你的内在哦。你的内在也会起了很大一个变化。我觉得重点是你们会变得更加的安心，更加的放心在这个人的身上。很可能你遇到他之前，你会觉得我要当一个战士，我要一个很独立自主、很成熟的这个人，然后或者是你觉得你要去背负很多东西。但是你遇到他之后，你发现哦，原来你是可以放松的，原来你自己是可以撒娇的，原来你自己是可以不用独自去扛下这么多的东西的。所以说，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人会去打开你的世界，跟打开你的视野哦。你们这段感情啊，是历久不迷的，就是牢不可破的。他呢，就是有一个对你很纯真的一个爱，而且是可以去克服很多的任何的这个阻碍。就像刚刚说的嘛，这边有一个风中的变化，不管你们两个当中一起面对什么、经历什么，你们两个的那一双手其实都会牵得非常的紧，谁也不会放开谁。而且很多时候，你会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发现他对你的爱，比如说你咳嗽的时候，他就给你递一杯水，或者是说天冷的时候啊，他提醒你要多穿一件衣服等等的一些很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你在生气的时候，他就逗你开心，然后跟你说啊，老公老婆不要生气了之类的，他就会想尽办法来这种彩衣娱亲嘛，就是让你去转移注意力。好，最后一张牌是说，哇，你们两个为什么那么有好像很深厚的连接？其实你跟他前世就已经认识了，就是这个。你看哦，你们这边有抽到灵魂伴侣，所以你们是生生世世的灵魂伴侣，不只有这一世哦。你们之前啊，就已经在过去世遇见了，曾经恋爱过，或者是说曾经修成正果，下定决心说，你们做好了约定说，好，我们还要再遇见，还要再互相的疼爱。可能上一辈子你们的这个性别是互换的，或是说这一辈子是他照顾你比较多，上一辈子是你照顾他比较多，就是你们有做过灵魂的约定，然后在这一生中还要去找到彼此，所以你跟他的缘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月老送到你身边的这个人。那就恭喜大家，也祝福大家。我是蜜雅，我的 YouTube 跟 B 站的名称都是蜜雅塔罗。我们下支影片见喽，拜拜。Hello，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蜜雅。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帮大家看一下月老要送什么样子的奇迹来到你们的生命中呢？这个奇迹已经出现了吗？还是它即将要出现？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朋友你们的一个对应的能量哦。我们第一张牌是满月在牡羊座，冷却你的情绪。
第二张牌是新月在巨蟹座，放轻松。的11号牌，空的小屋，镜子，还有是我们有11、21跟22哦。好，果园。好，我们这几张牌在说什么呢？首先呢，我感应到的是第二组的朋友啊，你们有的时候脾气比较冲，就是呢，情绪一来的时候，就是忍不住想要跟别人吵架，很生气，觉得你觉得你被误会了，或者是委屈的话，其实你会很想要去说你不喜欢别人去冷处理你，就是你想要有话就沟通清楚。如果对方选择转身离开，或是说就是不接你电话，你会非常非常的生气，没有办法去接受，甚至会想要一直去打电话，一定要找到这个人为止。那这一组的朋友，如果在职场上，在你生活中受到欺负，你们也是会想要去表达的。只是如果当前的情况那个局面可能对方是有权有势的人，或是他是你的老板等等，我觉得你们还是会压下来，但是你内心很生气。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内心有比较情绪化、比较冲的那一面，火爆的情绪是有的。然后感觉上你们对于爱你一旦喜欢上一个人，就会爱得很深，爱得很努力，爱得很用力。你可能想说，我就是想要去为了这段感情，为了我的幸福努力一次，尽可能的我能够做什么，我都尽力的去做。所以很容易在一段感情中奉献很多，牺牲很多。而且有的时候你们这种奉献跟牺牲是你自己想要去做的，对方不一定觉得他需要或是想要，很可能就是你认为你可以做什么就去做，但也许对方他不一定接受，或者说不一定会去感激你们。有些朋友你们是那一种可能分开了，跟这个人分手了之后，还是会去想着他，一直到你们的理性回来了之后，可能过了好多年，你才发现我当初为什么会这么着迷，这么执着在一个人身上？现在想起来，他好像也没有真的这么值得我去投入那么多，或是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对方其实也不是一个这么好的对象，怎么当初就是看不明白呢？所以你们很可能真的就是过了好多年之后，才发现自己当初那个爱得很深的、爱得很用力的那个样子，其实是有一点点傻的。然后这张牌11号牌，它是空的小屋，它代表说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过去在感情中承受了很多这种求而没有得，就是很努力去付出，但是走到最后，走到森林的尽头，却发现这个小屋是空的，原来这个感情走到最后，它是一个谎言，它是没有办法到达你想要去的一个地方的。所以呢，我觉得你们因为经历了这些痛苦，你们可能目前这个状况就是你想要自己对自己好就好，你自己宠爱自己就好，你就是对于感情没有那么多的期待了。你内心深处当然还是期待有一个人可以真心的疼爱你，可是你也会怕，所以你们有一点点又想要爱，又会去害怕，你不知道那个人究竟会不会出现的不确定感。有的时候你们会对于别人来说，你们有一点傲娇，或者说有一点不好搞，有一点难搞。其实这个是你们的保护色，是你们的伪装，因为你害怕别人知道你的弱点，你害怕别人把你完完全全的看穿，完完全全的掌握。那这边有一个这个破掉的这个镜子你们过去很可能真的是经历了一些事情，那个事情不管是原生家庭给你带来的一个裂痕，或是说感情上给你带来的一个裂痕你会
有一阵子你可能觉得你永远也好不了，永远也走不出来，那个黑洞好像你不知道要拿什么去弥补，甚至有些朋友你很可能在感情中，在生活中特别容易被那种有故事的人所吸引，就是他有一些感情的经验，或者是说他身上带着伤的，有些朋友你就是容易被这样子的人吸引。也有可能是你不知道为什么你每一次都会陷入同样的这种感情模式，比如说被骗啊，被小三啊，或是开高走低，一开始很好，但最后就是怪怪的等等的。你不知道为什么总是爱上相同特质的人，或是总是在感情中会出现类似的情节，你们的心有一些地方就是有碎裂，但是你还不知道要怎么弥补。但你们看到了，我觉得你们应该有看到自己内心的这个伤痕跟这个洞，你也知道，你们应该知道这个伤痕是从何而来的。好，下一张牌是这个果园哦，会出现这一张牌，我觉得你们本身的条件不错，所以呢，其实你会喜欢的，会欣赏的，我觉得也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很可能对方颜值很不错，很可爱，或者是很爽朗、很幽默、很吸引你，就是对方身上有一个特质，会吸引你，自然而然也会去吸引其他人。你们喜欢的人很可能过去是那种条件很好，然后你跟他在一起，你就觉得特别有面子，就会对方带出去，别人都会很羡慕的那一种。你们可能特别容易被这样子的对象所吸引，也许对方是经济实力很好，超级大方，或者是说，他头脑非常非常的聪明，好像很困难的问题对他来说都可以很轻松的解决。那这一组的朋友啊，过去很可能就是这样子条件很好的对象，让你很着迷。好，以上啊就是你们能量对应的部分哦。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帮第二组看一下属于你们的爱情奇迹哦。月老要给你们什么样子的对象呢？好，第一张牌就是忠诚的心哦。好，35号、50号没有地方像家一样，还有2号牌。我们的羊，52号牌这个修补哦。这几张牌在说什么呢？好，第一张牌啊是出现的猫头鹰哦，猫头鹰是非常忠诚的鸟类哦，一生只会跟一个伴侣在一起，他们非常的忠诚，而且至死不渝。同时，猫头鹰也是很有智慧的鸟类，他们的听觉还有他们的这个视觉是非常的敏锐的，所以呢。这个人，你遇到的这个人，他的直觉力很强。第一个就是他很忠诚，他对你绝对不会有隐瞒，很坦白，不会去欺骗你。他是可以跟你相伴一生，他是会去疼爱你的，没有欺骗。然后他的直觉力很强，意思是说，我觉得他能够去体察到你的情绪，他能够去明白说，为什么你现在不高兴了，为什么你会对这件事情特别的有情绪，他能够去知道，甚至他可能还没有听你说过，曾经你发生过什么事情，因此你现在对类似的事情有这样的情绪，他可能还没有听过，他就知道哦，应该是你过去有经验什么，所以你才会对这件事情那么有反应，因为你们遇到的这个人哦，他是一个直觉很敏锐的人，而且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有归属感，你会觉得你就像回到家一样。大家回到家是什么？脱鞋子，很放松，很可能翘脚在看电视。所以呢，好，你遇到他的时候，你就是很开心，很放松。你们以前真的是在感情中很用力，很努力，但是造化弄人，就是很多的这种错过或是过错吧。而今天呢，你遇到的这个人哦，他不再是会跟你错过，然后你们当中也不会有很激烈的争吵的能量，因为可能如果你们个性比较硬，过去如果又碰到一个脾气比你更倔的、更硬的，那就是吵翻天，或者说一个人吵输了之后就很生气。
就是爱得很痛苦的一个能量，又想要爱，又想要互相比较。有些朋友，因为你们前面的牌会让我觉得，你们可能过去在感情中也有一些不成熟的情绪，就是想要跟对方赌气，想要用一些爱情的难题来考对方，测试对方到底爱不爱我，会去做一些事情啊，先封锁对方啊，看对方有什么反应，让他着急等等的，就是有些朋友，你们的情况确实是因为自己不成熟而失去了一段本来可以发展的感情。好，那今天呢，我觉得这个新的对象，你们就是不再需要去测试了，或是你不大需要去担心他到底爱不爱你了。他就是让你回家，他就是让你有归属感。如果你们以前是那种脾气比较冲的话，今天你遇到他之后，你们就会从那个狮子变成小绵羊，你们的心就是看到他就融化了，本来很刚硬的，看到他就很柔软。你们也不大会去争吵，因为他会去让你，他会去逗你开心，他会去问你说：老公老婆，你为什么会生气？不要生气了嘛。如果你们肚子饿，有些人肚子饿就是很容易脾气就会火上来，脸就会臭嘛。如果没有吃东西的话，那如果他知道的话，他就会赶快去买好吃的或弄好吃的给你，他就会去从哪里不舒服就去安抚你那里。所以基本上你跟他在一起是很多的欢声笑语，没有那种很激烈的争吵的能量。然后下一张牌是阳，所以它带来了很多的正向的光明的东西进来。它的这个阳可以去弥补说你们之前这个镜子的裂缝碎掉的那个黑洞，它的能量是可以去补满你的，所以你跟他在一起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福。然后这个人他的这个职业很可能是去做那种帮助弱势的，或是跟法律的、医疗的，照顾人的，或是跟一些文化教育方面相关的，有这样子的能量。然后他看到你的时候他想要去修补什么呢？你看这两个这种小精灵、小天使，他们正在看天空上的洞，然后他们在想说这个洞有多大，我要去做一些漂亮的彩旗来让这个洞被补起来。所以他就是会去逗你开心啊，他能够去接住你的情绪，他是你的一个避风港，他是你的一个温暖的港湾。特别是你在情绪黑洞的时候，在脆弱的时候，在外在经历了一些困难跟挑战的时候，你跟他在一起心就可以得到安放，然后他也可以让你成为一个我觉得是内在更温暖也更坚强的人。这个人呢，不管他的岁数是如何，我觉得他是有一个老灵魂的，他能够去读懂很多别人不明白的事情，特别是在你的情绪这一方面，他真的是一个蛮保护你的人，他非常的温和，但是一旦他所爱的人受到侵犯的时候，他其实会有完全不同的一面，可能平常看起来他的脾气还不错，可是一旦他所爱的人，他的家人受到欺负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人他是不会去退让，不会去退缩的，他是会非常勇敢的站出来，甚至你会被他吓到，因为他很坚强跟坚决的要保护、要守护他最爱的人事物，他对你有非常多宠爱跟宠溺的一个能量。好，我们接下来再看到下面的牌你们的感情基本上是非常的纯净，非常的透明的。其实你是可以被这个人看穿跟看透的。你们当中就是没有太多的隐瞒你们当中是彼此是可以去跟彼此说心里最深层的那个秘密的。所以这样子的感情我觉得非常的纯粹，然后也没有太多的功利的
那种判断在里面，他为什么要跟你在一起哦？他因为喜欢你啊，他因为想要疼爱你啊，所以他就跟你在一起了。你们可以谈一场很公开、很透明的感情，不用担心说你需要用什么样子的套路等等的。然后你们两个在一起哦，应该会去完成一个属于你们的共同的目标。有的人可能是你们想要一起存钱，有的人是希望买房子，有的人可能是想要去环游世界，有的人可能是要去爬百岳等等的。而且这张牌哦，它有出现3只野狼，所以呢，很可能是你跟他日后结合起来的那个家庭哦，你们会就是带着你们的小孩，或是带着你们的家人一起去完成这件事情哦。你们除了日常在过生活之外啊，你们还有一个远大的理想目标，或是一个梦想。有些人也许是想要去国外生活等等的，你们两个会一起去完成。有些人可能是你想要去创业等等。好，下一张牌哦，是受伤。这个野狼的脚到陷阱，不小心踩到陷阱就受伤了，所以这个人有一个解救的能量，很能过去哦。你们在感情中受伤了，然后那个困在心灵黑洞很久，一直都走不出来。那今天这个人就是要来帮助你走出来，而且是慢慢的帮助你走出来。那下一张牌是又是一个回家的感觉，很安全。看哦，这只野狼的这个尾巴它是松下来的，它不是紧接着的，所以代表说你遇到这个人的时候，你就是完完全全的放松，完完全全的不用想太多，你就大咧咧的，就是你原本是怎样就怎样。你吃饭的时候啊，想怎么吃，然后不用去装小鸟胃，或是你就是可以去展现出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因为他就是喜欢真实的你。你们的这一段感情是可以自然而然的去开展。过去你很可能觉得感情要很努力，要很用力，去上了很多的课，或者是说遇到问题的时候就想要去求神问卜，想说要怎么解决。可是遇到这个人的时候，你们的感情真的是自然而然的开展，没有那么多坑坑碰碰，没有那么多的挑战。有的时候挑战啊，除了外在的挑战，还有那种就是彼此给彼此的一个挑战。那你们是不会有那种彼此的那种测试的，因为你跟他的这个方式啊，我觉得是很舒服的。没有那种排斥感，也没有那个强迫感，就是不知不觉中两个人就是很自然的发展，很自然的认识，很自然的坠入到这样子的一个情感，是一个细水长流的。它的能量非常的温柔柔软哦，暖暖的，然后很愿意为所爱的人去付出。你可以在他的身边好好的做自己。好，下面那张牌哦，是这种荒野中孤独的一匹狼，这个代表他内心最深处的呼唤。这个人他内心其实也是有一点点孤独的，他想要自由，他心底有一个最深处的地方是不容许别人去侵犯的。可能他在外有很多的朋友，酒肉朋友可以跟他吃吃喝喝，或者是在他的环境当中是有很多人要去跟他互动的。可是对于他来说呢，我觉得他心里有一块净土，是不是这么容易被别人触碰的？你今天看到他那么平和，那么佛系，或者说对很多事情都不会生气，不会计较，其实这个也是他去转变过去、经历过去、蜕变之后才得来今天的样子。因为他可能也在他的人生中受过伤，吃过亏，他去看淡了很多事情，他也去明白说，有些事情就只能说是命运，所以对于感情呢，他也没有那么的强求。如果他喜欢的，他会去争取，但如果对方对他没有意思，他可能就不会再执着，因为他想要找的就是三观相符，也是相爱的人。所以如果你们喜欢他，一定要给他一个回应，因为他在感情中是不会死缠烂打的，他是希望这是一个双向奔赴的一个感情哦。那
他为什么喜欢你呢？我觉得他看到你们美丽的内心跟坚强独特的一个灵魂哦。他看到你们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之后，还能够活得那么美好，那么有勇气的在活着，那么坚强的在活着。不管你现在已经蜕变成蝴蝶，还是你还是在毛毛虫的阶段，或是你现在是在这个蛹的阶段，在这个茧的阶段，其实对他来说呀，他都看到了你们为了生活的那个努力跟奋斗。那些杀不死你的，使你变得更加的坚强，更加的美丽，更加的强大。他欣赏你的生命力跟韧性。所以呢，这个人哦，他欣赏你不是没有原因的。我觉得他看到你灵魂深处最真实的那个样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什么的能量。哦，这张牌哦，有点在打坐入定了，所以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啊，其实你们的心真的会变得很沉静、很平静诶。可能你们之前哦，那个火爆的脾气，或是比较情绪起伏大的原因，是因为哦，你觉得这个世界上确实有很多人是不那么公平，然后你必须要去为自己发声，你必须要为自己去争取，你要为自己说一些话，或是你想要为自己解释。等等的，但是你今天遇到的这个人呢，我觉得你们不用去解释，不用去争辩什么，你们有那种一起灵修，一起好像让身心灵都很安定，也许你们会一起去做瑜伽，然后一起进行什么样子的修炼，或者是说讨论一些比较深度的有关于宗教或是人生方面的一个话题。你们很可能会进行这些深度的心灵的交流，然后呢，去获得一个道理、一个想法、一个面对生活的态度。因此，你遇到他之后啊，对很多事情不再这么的敏感，这么的有反应，不会别人说什么话你就觉得被侵犯了，甚至也慢慢的变成很多的事情都不能够再去影响你，因为你光是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得到很大的满足，你不想要花其他的精神啊、心力啊去关注无谓的纷争或无谓的一些事情，你们会在一起好好的去享受生活。好，我们下一张牌是中乐透，这个幸运哦，幸运有包含了，比如说呢，就是这个人的天降好运，以及另外一种是他的这个幸运哦，我觉得更多的是来自于他的过去的人生历练，他去思考，他去观察而得来的一些点子。比如说呢，因为他过去有接触到财务方面投资相关的知识，因此啊，新的机会浮现了的时候，他就能够去抓住，他就能够去明白说，我做这个有可能会成功。所以呢，外人看起来好像他走狗屎运，就是非常的幸运哦，捡到黄金。其实呢，这个是因为第一个他直觉力很强嘛，他脑中就是有这样子的点子，然后他也愿意去开放式的接收很多的资讯，他是一个心胸开阔，然后也愿意接受不同文化思想观念的人，所以呢，我觉得这无形之中也给他带来了很多的新的启发，因为他的思想非常的开明，非常的不会很保守、很拘泥，他是可以去看一看这个世界不同的观点，以及会接受这个时代的这个新的潮流等等的。他也会运用他赚来的钱，或者是他得到的这笔奖金去提升你们的生活质量跟生活品质，所以你跟他在一起是可以去享受生活的。好，下一张牌。下一张牌哦，是永恒的爱，所以刚刚说过，这个人是可以跟你相伴一生的，他可以去看见你身上的优点，甚至你觉得都不是优点的地方，他都可以去夸奖你任何的
小地方、小细节，可能你有的时候任性，他觉得这个很可爱，或者是说他就说好吧，我哪里没有办法，就是会让着你等等的。你也看见他的这个美好，我觉得你要不是之前经历的那些破碎的感情经验，或者是说没有结果的爱情，你很可能不见得会去欣赏他。因为我说过，这个人哦，他是一个心比较定、比较沉静，有的时候比较佛系的人，他并不喜欢出风头。虽然他的能力很强，但他没有一定要去争第一。很可能你们过去很容易被那种花言巧语，或者是说就是比较容易长得很好看，或是某方面特别突出的人去吸引。而这个人呢，我觉得他是有实力，但是他不见得会去一直夸耀自己多好多好。要是你没有留心，很可能觉得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可是当你实际跟他相处的时候，发现他其实是低调有实力，然后你越跟他相处，就觉得相处起来越舒服。要找到相处起来舒服，可以跟你一起过日子的人，还真的不容易。特别是可以去包容你们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啊，你的脾气啊，或是一些怪怪的地方，这个人他是能够做到的，他欣赏你，而你也很欣赏他，就觉得啊，彼此在人世之间啊，不只是情人，也是知己。他会给你一生的宠爱，一生的忠诚，他对你的爱是不会变的，至死不渝的。而且你们的感情啊，是像水一样的流动，顺其自然的开展，没有强求，没有那种互相去逼迫的能量，而是两个人都喜欢，两个人决定，然后要这样子去发展下去。所以呢，你们两个当中不会有太多彼此给彼此的测试，彼此给彼此的这种难题跟考验。相反的，两个人都是你会觉得相处在一起就是真的都是顺顺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来看一下塔罗牌的部分。我们第一张牌是圣杯六，好，第二张牌是吊人牌，第三张牌是命运之轮。好，我们来看一下圣杯六。圣杯六也有一个回家的感觉。刚刚说过，这个人会让你觉得非常有归属感嘛。那圣杯六也代表着，就是你想家了，你想要回家了。它就像是你心中的那个家园一样，它会让你有很美好、很温暖的感觉。同时啊，也充满那种两小无猜、欢声笑语。那有一些朋友哦，你们对应到的这个圣杯六太阳在天蝎，很可能它跟过去一个旧人有关哦，所以少部分的朋友有旧人回归的能量。这个人他非常重视家人跟家庭，而且他也是内在有很敏感的那一面的哦。刚刚说过，他的直觉力很强，同时他也很敏感。那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妈妈跟一个小女生在做瑜伽，所以呢，我觉得她其实会蛮宠爱你的。怎么宠爱呢？就是把你当成小孩一样，她其实身上有母性的能量，会想要去照顾你。不管他是男生女生，我都觉得他是会去照顾你们的。会有一个满满的治愈感，你跟他在一起就觉得内心的伤痕都被抚平了，内心的黑洞都被补满了，他会给你很多的正向的安慰跟舒服的能量，会非常跟他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会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单纯。好，下一张牌哦，是吊人牌。这个人呢，他很特别的是，他的内在很敏感，然后我觉得这部分跟你们很像，但是他会去，让自己沉静下来想一想，就是你们的情绪上来很快，可能说出口，讲话也说得很快，或者是说，当你喜欢上一个人，你情绪就很满，很快的就晕船，很快的就想要跟这个人发展，然后满脑子都是他等等的。但是今天你遇到的这个人哦，他虽然有情绪，虽然敏感，但是他会让自己暂停下来想一想，让自己用自己的意志力去思考说，到底
这个人适不适合我。同时呢，他一旦想清楚之后，他就会有一种牺牲奉献的一个精神。所以呢，他有这种双鱼座的一个这种多情跟浪漫敏感的心，他也有一个奉献、慈悲奉献的心，对于他所爱的人。所以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一开始可能会觉得，进展的好像没有很快，他好像没有很猛烈的在示好示爱，或者是给你很热情的一个回应。其实呢，我觉得他是慢慢来的，观察的，然后初期会再看的。那一旦呢，他真的确认是你们走在一起之后，他就会给你完完全全的奉献跟完完全全的爱。同时啊，这个吊人呢，他是头下脚上在看世界，所以呢，有的时候他看待世界的方式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他能够去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细节。吊人牌它的数字是12嘛，就是1+2，1+2等于3，所以呢，它分别对应了它有魔术师1的能量，还有女祭司2的能量，跟皇后3的能量。它就是具备了魔术师、女祭司跟皇后这3张牌的特点，并且能够去冷静的去看待这个结果开展。对于感情也是，他不强求、不急躁，但是他等待最后的那个开花结果的那个最后的一个结局。接下来命运之轮很厉害的一张牌命运之轮呢，它代表了4个元素的固定星座。火元素的狮子，土元素的金牛，风元素的水瓶，然后还有天蝎座。那命运之轮呢，它代表的是你跟他的感情你遇到他的时候你的感情状态会有很大的改变，他为你带来了新的机会跟新的想法。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的感情状况是停滞不前，很可能因为这个新的人的出现会有一个重要的转折，在感情上原本坎坷、原本不顺利的这个情况会得到好转，你们会从过去一个旧有的局面困境中走出来，受到幸运之星的加持，重新的让你的感情活络起来，变得更加的顺利。这个是命运之轮给你们的帮助。好，接下来是力量牌力量牌一方面象征的是对方对于爱情他是有坚定的决心、坚定的意志力，他愿意去克服困难跟挑战。刚刚就说过嘛，你们的困难绝对不是来自于彼此给彼此的，如果有困难的话，可能来自于外在，但是外在不管是距离或其他的因素呢，都不会去停止他去爱你的一个决心跟信心他对于感情啊，他是有信心的。同样的，这张力量牌它也有一个去温柔驯服的能量，这谁来驯服谁呢？比较是他来驯服你，很可能过去你是一个比较火爆的人，或者是脾气按耐不住的人，就是像这个女生的头发一样，想到都要爆炸了，有很多的思绪，有很多的思想。那也许是这一只豹它来安抚你，或者是这个女生让这只豹变得柔软下来，温柔下来。不管你们谁是豹谁是女生其实都代表说这个人的出现让你会变得本来很暴躁的脾气，本来看事情看很多东西就是想要去不顺眼，或是有很多觉得不公平，然后容易想要跟人家吵架的这个生气的心平静下来。同时这个力量牌它对应到的是狮子座，它代表说这个人刚刚就说过他心胸是比较开放的，然后他又有一种很坚韧的这个内在内核啦，坚韧就代表他坚强，但是又柔软，所以呢，他并不是像大树一样那么的硬，他懂得退，就是能屈能伸，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能硬碰硬，硬碰硬不见得会有好结果，所以呢，他该软的时候会软。对于你，他知道跟你硬碰硬是没有好结果的，所以我觉得他是会退，他是会让的。那对于一些会伤害你们感情的事情，他就不会去退让啦，因为他内在有积极的力量，他会去抵抗，他会去面对。
下一张牌哦，是我们的皇后牌。皇后牌很可爱，大家看到一个小孩正在讨奶喝，然后这边呢，他的嘴巴有一个这种发光的光圈的能量，然后背后啊是一个超级大的满月。诶，这边还有一个满月，有2个满月，2张满月。所以你们过去啊破掉的镜子，有没有？镜子也是一个圆形啊，就被这个大大的满月给补满了，治愈了。这一张皇后牌的能量啊，代表了智慧跟力量，所以呢，我觉得它真的是给你很多的疗愈感、温暖的感觉跟治愈的感觉。它真的很包容你，很爱你，给你好多的满足哦，让你内心的缺憾跟缺那个洞啊都被补起来了。它会在各方面去承接你的情绪，这个很重要。另外呢，这个女皇牌它是金星的能量，代表说呢，你们2个在一起哦，这种温柔对待会得到好的结果，你们2个会繁荣，会繁盛，你们2个的这个感情会进步，会成长。它不单单只是谈恋爱而已，它也会让你们的事业都更加的顺利，就是你们在物质的这个基础上啊，也会因为感情顺利，在物质在这个事业上会变得更加的丰收丰盛。那这个人的内在哦，他非常的宽容，有包容力，特别是对你哦，对你们很温柔。而且呢，某一方面，有些你遇到这个人真的是有才华哦，有艺术天分，或者是说，他内在哦，就是能够说一些你觉得很聪明，或者是分析事情很透彻的一个能力，然后也蛮会去照顾别人的，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对象。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塔罗牌有什么讯息要跟你说哦。第一张牌是要喜欢你自己的阴影，你们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人要跟你说的，你们要去接受，然后要去看一看你身上的缺点，有些地方是需要改，有些地方不需要，它就是你的特质。你要更爱你自己之后啊，其实你就会更加的更快的显化这个人来到你的生命中。同时当你能够去接受你的缺点，接受你不美好的地方的时候，感觉上你也会对于别人的错误比较宽容，比较不会去得理不饶人。好，下一张牌哦，是这种你要感激的态度。其实你们去看一看现在生命中已经存在的美好事物，你就能够去吸引更多的美好来临。有点像是说，只要这个人去对你好，你就给他很夸张的赞赏，拍拍手感谢，他会对你越来越好，越来越爱你。当你在小事情上称赞他之后，你就会发现哦，越来越多他会想要得到你的称赞，然后去服务你，或是去对你好。你只要去给他这种小小的甜头，最后收获最多的就是你啦。好。他要跟你说什么呢？理所当然的，他就是对你很着迷，沉浸在你的这个出现，你的这个存在，爱上了你。还有他觉得，2张6，大家看一下2张6，你们的幸运数字、天使数字哦，66大顺。好，他觉得你们有好多的选择跟选项可以选哦，所以他是不是一开始他有吊人牌的观望？是不是他在想说你们可能会有其他的选项，不一定会选择他，但是他又对你有如此强烈的欲望，没有办法去抗拒。然后他也希望你可以去倾听你自己的内心，因为他其实也是一个不会去强迫你的人，因为他希望你过得好，过得幸福，所以他可能要让你自己去想一想，看一看究竟你跟谁在一起是最快乐、最幸福，要倾听你自己的声音。然后他问你说，你会选择他吗？你会不会选择他呢？他很期待，也害怕受伤。然后如果你选择他的话，他希望我们在一起是一个新的开始。也就是说，刚刚说过有些朋友你们遇到的人是一个旧人嘛，如果你们遇到的人是一个旧人的话，他今天想要跟你说旧人回归，他想要跟你说我希望我们可以有一个全新的开始，过去的恩恩怨怨都不要再计较，我们就是重新开始，过去的一切都忘记。或者如果说他过去有一些故事，或者你过去有一些故事，他都希望他过去的那些故事不会影响你过去的感情经验，
不会影响你，或者是说你过去发生的历史对他来说不重要，他跟你就是重新开始，重新的去爱，就像没有受伤过一样。好，让我拥抱你吧。这个人你看哦，他就是前面也有啊，那个妈妈抱着小孩这张牌，他就是想要去抱你，然后去闻你身上的味道，然后也让你透过拥抱啊，去让你感受到他给你的爱跟关怀还有温暖。这个人他是一个喜欢拥抱、喜欢肢体接触的人。好，下一张牌哦，他说，要自私一点哦。这张牌很特别，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可能是他觉得你过去在生命当中有些时候容易被欺负，或者是说，容易，特别是你们有一些弱点啦，可能别人只要抓住你这个弱点，你好像就没有办法去抵抗。也许是你亲密的人特别容易去就是知道你的弱点在哪里，然后你那一部分特别容易心软，特别容易被利用。然后有些人可能是在工作上比较不懂得去为自己争取权利，然后常常只能在心里生闷气等等的。他其实想要告诉你说，你们有的时候要多自私一点，先为自己多考量一点，多去照顾自己一点。如果你都不为自己想的话，没有其他人会为你想，所以你一定要先照顾自己，这个是人生的这个优先的要务。你要先，甚至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也希望你可以先去照顾自己，先去爱自己，这样子的话，你才有能量去给出你的爱。所以你们要先对自己自私一点，这个是这个人透过牌卡传递出来的讯息哦。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二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能量咯，希望今天的能量都有对应到大家。我是蜜雅，我的 YouTube 跟 B 站的名称都是蜜雅塔罗。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蜜雅。那我们今天呢，要帮第三组的朋友一起看一下月老送给你们的奇迹。这个人已经出现了吗？还是他即将要到来你们的生命中呢？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组朋友你们的一个能量状态哦。第一张牌呢是满月在水瓶座，保持真实。下弦月在金牛座，为自己感到骄傲。下弦月在天蝎座，把事情摊开在阳光下。然后满月在天秤座，找到平衡点。好，这一组的朋友感觉上你们过去很可能就是为了自己在意的人，你在感情中会去配合他，比如说他喜欢什么样子的装扮，你就会去装扮成那个样子，或者是说他喜欢你做什么，你心中没有那么喜欢，也是会为了他勉强自己去做。有的时候呢，你们会戴上一个面具，只因为你想要获得对方的爱，但是同时你又很希望对方可以透过那个你戴上的面具，看穿你的面具，看到背后那个真实的自己，你也希望真实的自己能够被看见。同时啊，我觉得你们也会喜欢，好像是把自己打扮得很好，各方面的提升，透过这些东西来保持自己在感情中的一个竞争力跟吸引力。但是你又很希望，当你好像一无所有，当你很脆弱，或者说当你都很就是很真实的那个样子，你可以被喜欢，就是撇去那一些外表，撇去那一些才华，撇去那些你用来掩盖自己的那一些东西，你希望的是，如果有一天你什么都没有了，回归到最真实、最简单的自己，对方还是会爱你。你们想要的就是这一种无条件的爱，可是又不相信会有这种无条件的爱，因此你们在感情中似乎做了很多的努力。然后第二张牌下弦月在金牛座，为自己感到骄傲。这一组的朋友，其实宇宙在这边问你们说，你们真的相信自己吗？因为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完美的，有的时候你对自己
要多看看身上的一个优点，为自己感到骄傲。其实你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有一个使命在的，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哦，不管你觉得你有把这件事情做好还是搞砸了，其实你存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有价值的。就算有些东西你现在不懂，未来你也会去懂，所以宇宙其实要鼓励你要成为真实的自己，而且你要为你真实的自己感到骄傲。你看你们的3张牌，保持真实，为自己感到骄傲，把事情摊开在阳光下。所以有些朋友过去很可能哦，你们真的是戴着面具在生活，特别是你想要去吸引别人来喜欢你，而很多朋友，你们走过了前面那个阶段之后啊，你们会越来越去把事情摊开在阳光下，有一点像是合则来，不合则去。如果你付出的这个真心，别人不接受，你也会选择离开，就是你的真心必须要被看见。而且我觉得你们越来越去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喜欢你的人自然会留下，不合的人自然会去离开。那你们就想说，如果离开，你也不想要再去追了，因为到最后你们明白很多事情哦，不是说你努力、你坚持就能够换来长久、换来温暖。相反的，如果你把真实的自己摊开来，而对方是可以接受，也是很喜欢的话，这样子的感情才是轻松的，才是适合的，才能够走得长久。所以呢，你看最后一张牌哦，满月在天秤座，找到平衡点。所以你们现在寻找的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感情呢？我觉得他是一个可以让你真正做自己的人。就是如果你们是一个本身有事业心的人的话，这段感情不应该会因为你要谈感情就让你去好像抛掉你自己的事业，或者是说，如果呢你们是一个很需要陪伴的人，不应该为了怕说对方会不会觉得我太烦，然后而忍住不去跟对方联系。就是我明明想要跟对方联络，可是又怕对方觉得我很烦，然后会给我扣分，而不敢去跟对方联络。所以呢，我看到的是你们越来越专注自己的需求，也看见自己的需求。首先就是你照顾好自己之后呢，你也去想到别人需要什么。因为过去很可能你自己都还没有去照顾好你自己，你就会很希望别人可以给你去填补你内心的那个缺口。而你们越来越知道要怎样去爱自己了。在这个同时啊，好像你们也开始去明白，别人他需要什么，你的感情中的另外一半需要什么，以及他有的时候跟你讲话的时候，他的出发点跟他的理由是什么，他的口气听起来很凶，但是他是真的在骂你吗？还是关心你呢？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我看到的是你们在生活中越来越聪明，然后越来越有自己的想法。你会在你的付出跟你自己保有自我对自己的爱中去找到一个平衡点。那个天平是平衡的，不会过于倾斜，不会说你过于关爱自己都不愿意付出，或者是说你过于的付出而没有去照顾自己。所以我看到的是，其实你们已经准备好了，你可以在爱情中去共同创造一个双赢的局面。我觉得你们的生命啊，活的此时此刻到现在，其实是准备好了，也很适合谈恋爱的一个能量。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宇宙给你们的这个人哦，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我们来看一下塔罗牌的能量哦。好，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权杖一，权杖一紧接的这张牌是太阳牌、恋人牌，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圣杯七，还有什么？宝剑四。好，那我觉得你们的这个人哦，他应该是一个比较阳刚气息的人，不管他是男生女生哦，我会觉得他是一个有行动力的人，然后也算是外表啊外在是非常吸引人的人。
权杖一啊，首先对应的到就是火象星座嘛，狮子、牡羊、射手座，代表说这个人的特性，第一个他是很积极、很有自信，他愿意冒险，他也喜欢创造一些新的这种，就是他不怕挑战，然后他也喜欢去创造属于他自己的一个事业，所以很可能哦，你们跟他在一起有那一种。比如说他是老板，你是老板娘，或者是你们共创事业，或是你扶植他的这个事业等等。我觉得他的脑袋是有一些想法，想要做一些事情的。那他对于自己的人生生活是有目标的，他会喜欢尝试一些新鲜的事物。我觉得在身材、在打扮上，他也是有一定的在维持、在保持的。然后我们还看到这个。太阳的能量一样，我这边也有狮子座的能量，火的能量如日中天。所以呢，你遇到他的时候，他正在他人生中的一个上升期，事业的一个上升期。你可以看到，其实，他就是一个光芒万丈的能量。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感觉到他非常有自信。这个自信不只吸引你，也吸引到其他人。同时啊，他又有一种好像无惧无畏，像小孩子一样的这个天真，我会觉得他很可能做很多事情哦，都水到渠成，都很顺利，都会有贵人想要去帮他。也有可能这个人本身的家境背景不错，资质也不错，所以人生基本上就是没有太大的困难。即使有困难，对他来说，就是有的时候遭遇困难，那是不是一个困难，要看当事人的心境。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那个困难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挑战，他是可以去度过的。所以他没有把事情看得这么难，他没有把这些阻碍看得这么难。相反的，挑战对他来说是有趣的、新鲜的。他相信自己是可以去突破这个挑战的，所以他蛮有自信心，蛮有这些积极向上的能量哦。你遇到他的时候，他很可能各方面都正在蓬勃发展起来。那这边还有这种金光闪闪的能量，金色的太阳，生命的源头。可能很多人是仰赖这个人为生的，就是刚刚说过嘛，他很可能有自己的小事业，然后或者是说他是需要去领导很多人，统御很多人哦。那我会觉得你跟他在一起之后啊，这个能量哦，这个气场哦，非常的豪华，他有一种别人眼中的万人迷。然后你遇到他的时候，就觉得啊，真的是这个人怎么条件这么的好？那很可能你不觉得说他会去喜欢上你，但是他真的会去对你有感觉，对你有好感。那他对于他的人生啊有自信，对于他的感情啊，我倒觉得比较像是孩子一样很单纯。你很可能觉得，这个人会不会是老千，会不会是骗局，或者说会不会是一个这种海王，会不会是一个这种情场高手？其实他在感情跟感觉这种情感的经验上，倒是我觉得是比较单纯的。好。然后我们的下一张牌哦是恋人牌，你看这两个人在做双人瑜伽，然后亲吻，所以你跟他真的是有强烈的吸引力哦。你们两个的恋爱有自己的一个步调，特别是在这种快速变迁的时代，我觉得你们谈的恋爱是很细致的，然后彼此对彼此的爱很浓，你们都非常愿意去珍惜彼此。这个并不是一个速食的爱情。还有他的外形哦，还真的很不错。他是一个，我觉得他对于自己的身材各方面是有要求的。那他对于感情啊，他也是一个，觉得他会有一个这种承诺的阶段、告白的阶段，会有一个仪式感在。好，他在不同的阶段投入的感情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一开始认识的时候，男女朋友的时候，以及你们最后要成为家人的时候啊，其实都会有好像越来越去打开，然后付出的越来越多。很可能哦，你跟他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啊，两个人的沟通啊，当中会有这种来来回回，因为恋人牌对应到的是双子座，两个人的沟通跟结合还有合作，就是你们两个人的沟通顺不顺畅，会影响到两个人的关系的走向。
所以呢，基本上在这一段感情啊，你们一开始的吸引力是很强的，一拍即合。还有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很可能是先性后爱，就是先肉体上的吸引，之后呢，再想要把这段感情推向比较长久的一个承诺的关系。基本上这种外在的吸引力非常的强，接下来会面临一些沟通上的磨合，你们两个在沟通上会是需要磨合的。你们有一种活得非常的真实，就是你们两个会来来回回的讨论，甚至对很多我觉得算是比较实际的问题一针见血的进行分析、进行讨论。比如说呢，你跟这个人的金钱观，或者说性的关系，或是想不想要结婚，要不要有小孩，或者是种种的政治的话题都有可能去谈，或是一些比较深入，也许对别人是比较敏感的话题，你们可能都会在这个方面进行沟通。有的地方你们会觉得很合啊，就是怎么他说的话，就是你心里所想的，你都还没有跟他讲，他就说出来，你心里就会很感动，然后对方也非常的热情，特别是我觉得在很多事情上，他可以去开导你，可以去引导你，你们有很多一起成长、一起学习、一起去探索这个世界的能量。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有一些地方真的是需要磨合，但是你们并不会说磨合不过就分开，相反的，你们是那种虽然有的时候吵架，有的时候觉得生气，但是彼此之间的吸引力又非常的强，又没有办法去分开。你们的生活，你们的感情是很落地的，不是只有这种偶像剧，大家只要谈恋爱都不用吃饭喝水，不用这种柴米油盐酱醋茶，你们的生活就是实际的、接地气的、落地的，会谈一些现实方面的一个问题。然后呢，这个人我感觉他是一个喜欢，刚刚说过他蛮有自信的，同时他也是一个喜欢去打扮自己，就是他身上有什么优点，有什么好的地方，他会想要去让别人看见，就是他的好处，他的优点是什么，他会去把它显现出来。你们看这边太阳牌有太阳，然后恋人牌也有这个太阳跟月亮，所以你们就是阴阳调和，融合得很好。这个人他的这一种能量啊，蛮外放的。我也觉得他喜欢的是热烈的感情就是希望你对他热情一点，然后他会去表现出他对你的喜欢，然后也会用一些比较明显的方式来去示爱。但是同时他也需要就是比较热烈的、比较热情的一个爱的方式，他是喜欢这样子的。你们在年纪上感觉不会相差太多，他很可能比你小一点，或是说年纪相仿，然后他很可能是一个比较运动型的人，或是他如果是男生的话，我觉得他是喜欢这种车子的。好，也有喜欢吃美食或是喜欢运动的能量。如果是女生的话，我觉得她注重自己的身材打扮跟饮食，就是身材管理是不错的。那接下来圣杯七金星在天蝎座，这张牌代表了选择，然后还有一些想象。你跟他呀，都曾经对于感情是什么，你们充满了各种想象。那同时我觉得你跟他在感情的这种市场中，择偶市场中，你有选择，他也有选择，而你们第一次看到对方的时候，真是既兴奋又害怕。兴奋的是，哇，这个人怎么这么的好？但是害怕的话，你会想说，这么美好的东西背后是不是有诈？就是说，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所以我觉得他有点像是符合你们愿望清单中的那个理想条件的人，可是你们一旦看见这么美好的感情，反而有一点点害怕，不知道要不要去
接受。那其实你真正的去接受了之后，你反而会觉得说，啊，他其实，就是你深入相处起来，就是你本来可能会觉得他很高，然后他有点这个高是你把他的地位看得很高，然后有一点这种偶像化或是神话，觉得他很厉害。但你实际跟他相处之后，就发现他也只是一般人，他就是一个需要爱的人。你们当中啊，会有各种的这种，前面有说过沟通讨论嘛。你们遇到问题啊，也是跟一般情侣一样，会吵架，会闹矛盾啊，然后又会和好啊，因为你们最后还是想要走在一起，然后当中也有这种又爱又恨的能量，甚至经过吵架、经过整理、经过休息之后，你们更加的发现其实是没有办法去放开彼此的手，那所以最后就必须妥协，最后就必须各退一步。很可能你们两个都是脾气比较硬的人，但是好愿意为了对方各退一步。这边有宝剑四哦，木星在天平，它代表着冥想、休息跟平静。所以我觉得你们这段感情哦，有的时候确实会需要走到一个休息的阶段啦。那这个休息不见得是不好哦。有些朋友，你跟这个人可能会经历一个冷静期、整理期跟休息期，这个是需要的，因为你需要给这段感情一些空间。有的时候爱得太浓烈太紧，其实会有很多的压力，所以需要去休息，需要去释放。特别是当一方啊太过努力的在奉献自我，他也会累。这个时候他需要去休息嘛，因为当一方太过用力的在示爱、在付出的话，他的能量也会耗损。所以我看见的是，你们有的时候就是要调试，有的时候黏在一起，有的时候也要分开一段时间，给彼此休息、成长的一个空间。这样子的话，你们两个的步调其实就会配合得很好。他在前期哦，会是比较热情，对你比较这种步步跟紧嘛，或者说对你比较释出很多的好感，让你很就是心动。就是我觉得他的这个求爱方式、表现方式，或是他的出场方式，让你真的是很心动。但是你又怕说，哈，这个人会不会是诈骗？他这么好啊，他这么好，这么万人迷，对我又那么好。我真的是很心动，我想要跳下去，但是我又怕被骗。但是你们最终啊，还是决定要相信自己啦，因为你们真的是对他也非常的心动，他会跟你说很多的话。我觉得这个人是会说情话的人，比如说他会唱歌给你听啊，然后他会去做一些他自己手工的东西嘛，手工做的食物或者什么样子的艺术品给你。然后会跟你说，你是他这辈子遇过，就是他没有想过会遇见这样子的人呐、然后他希望可以跟你长长久久等等的。所以呢，你们有一点点像是在一团迷雾中，听到这个人的这些话，就很像是太阳一样，你觉得很温暖，你觉得很激动，觉得你的感情生活好像充满了希望。然后在有一点点怀疑、有一点点不确定下，好，你们去踏入这段感情，你们去走入这段感情哦。好，再来看一下，我们这边还出现了圣杯二，所以你们就是一段心心相印的感情。你喜欢他，他也喜欢你。圣杯二是金星在巨蟹座，所以这个人他也是依感情来判断爱情，因为这个感觉很重要，依感觉来判断爱情，就是有没有感觉很重要。对他来说我觉得他也是这样子啊，就是这个外表顺眼了，就感觉对了，其他呀那种家世背景或者是说学历那些东西呢，对他来说并不重要。那这个圣杯二哦，金星在巨蟹，巨蟹的守护星是月亮，所以呢，他其实在爱情中很需要安全感。你不要看他有的时候好像拉开距离不讲话，但是如果你长时间不理他，他也是会生闷气的。所以呢，他其实是害怕寂寞的。有的时候啊，
你要去理解对方，他是一个爱吃醋、害怕寂寞的人，有的时候没有安全感，但是他又不知道怎么样好好的表达自己。你有的时候以为他在生气，他不理你，其实他是想要获得你更多的关注跟关爱，甚至有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办法去满足他，他会对自己或是对感情产生一些负面的想法，需要去主动的去多多的关心他跟关爱他。这个人有的时候有一点点这种傲娇嘛，比如说明明他是想要去希望你多多的好像热情一点，但是他很可能说出来的话是好吧，如果你对我没有意思的话，我就要去退出，或者说好，那我就自己做自己的事。他很可能会以这样子的话来跟你说，那你以为他是要放弃这段感情，其实不是，他是想要取得你的一个关注跟关爱。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很像是彼此的一面镜子嘛。你看月亮，月亮照映的是人自己内心深处最隐微的一些想法。有的时候呢，你在他的身上看见你的特质，而他也在你身上看见他的一些特质。有些特质是你羡慕他的地方，但其实这个是你内在也在发光的，你内在也是有这样子的能量跟力量的。有些时候在感情关系中，你看到的是对方的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你并不想面对的一些阴影，以及你自己的一个黑暗面。所以你们这段感情会让彼此成长，会让彼此面对真实，会让彼此去看见，或者是会想到以前都没有去理解过自己的人格的特质的一部分了。好。接下来我们还看到什么？哇，你们有房地产的能量诶，就是这个人很可能就是一个有车有房的人呐。你遇到他的时候，基本上我觉得在物质方面是不用担心，就算他现在没有，或者说就算你们现在没有，以后呢也是一定会有，不止一栋房，可能很多栋房哦。然后这边人有共同合作的能量，所以你们也很可能也是在事业上、在生活上的好队友、好伙伴。那这里啊，还有一个这种吸引力法则的概念，就是你们的能量同频共振，让你们两个可以结合在一起，让你们两个可以去发现彼此，让你们两个可以感受到彼此的爱。你们有出现恋人牌跟圣杯二，代表说这份感情是强烈的吸引。互相的吸引，它并不是一个被感动而来的感情，并不是因为他对你好，然后你跟他在一起，而是你真的喜欢他，他也喜欢你，你们两个同时感觉到对方心中的爱，你们的这一份爱呢是受到宇宙祝福的。好，接下来这边有一个这种抗议的能量，这个人他是一个会去说出他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的。抗议这些他觉得不公平的事，他会是为弱势发声，也会为自己发言跟发声的。就是他，我觉得他不是那种说我一定要当好好先生、好好小姐，就是我觉得有什么事情不合理，我会要去说，我会要去争取的。我不会去忍气吞声的，所以这个人我觉得他也是一个蛮有主见的人，他是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主见，然后呢，他会是为自己或是为别人发言跟发声的。好，接下来再看一下沉思的女人47号牌，还有31号牌，通往丰盛之门。沉思的女人，感觉上你们两个之间很可能是被一个女性所牵线。这个女性啊，好，她也许是这种媒人嘛，她在思考，然后她是你们的共同的朋友，或者是她是一个女性的长辈。他将你们以不同的形式串联起来，那他觉得你们两个很适合，所以你们当中啊，很可能就是
有那种被媒合、被牵线的能量，被一个女性牵线的能量。然后这张牌仔细看哦，这个女生哦，她手里拿着一本书，然后她好像正在要通往一个，因为她在阶梯处，她在1楼，她好像正在往上。这个是一个城堡嘛，她要去上升，就去走这个城堡，要爬到不同的楼层。所以呢，这个感觉上，你们也有可能会是在一个这种聚会，一种比较轻松休闲，但是我觉得是一种比较别致、比较高雅的这种聚会中所认识的，或者是说你们是在那种音乐艺术的这个环境当中认识的。比如说，音乐的酒吧，或者是说那个餐厅中是放有一些书的，或是在什么样子的讨论会中，有人帮你们牵线，有人去就是介绍，互相的介绍。好，下一张牌哦，通往丰盛之门。这个人哦，刚刚说过，你遇到他的时候，很可能他就是在事业的上升期，所以基本上呢，就是推开这一扇门之后，就是满满的丰盛。他的物质能量还真的很不错耶。要么就是他家底很好，或者是他本身赚钱能力不错，更多的是这两者可能都有哦。对于他来说，要怎么样在这个物质世界中生存，或是说让自己过得很好，是他的一个兴趣，而且他也知道要怎么样去吸引更多的钞票。有点像是你只要跟他在一起，你只要愿意去推开这一扇门，你会发现，哎，背后有很多的宝藏，说不定呢，就是可以完完全全的去改善你现在的生活。那如果说你现在的生活已经过得很不错了，你自己也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那我觉得你们就是一个强强联手的能量哦。好，接下来看一下。你可能会被这个人精心准备的礼物，然后给这个他会给你一个惊喜。这个人还真的是很有仪式感诶，他会喜欢去营造一些惊喜，所以你们的生活是这样子的。前面有说过，你们的生命跟生活很真实，就是你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会去谈论一些现实的话题嘛，比较敏感的话题，然后还有对方真实的个性是怎样的。我觉得他在你面前没有太多的包装啦，但是他也不是那种就是一切都很直，然后没有什么那种就是他还是会把生活过得有情趣跟有情调，就是一方面在认真真实的理解到彼此的个性是什么，没有太多伪装的这个情况，他还是会去安排生活中、生命中的一些小惊喜，不会说我是老夫老妻了，就是说，好，你的身体我都看过几百次了，我没有兴趣，他不会这样子，就是虽然就是很多时候对对方已经很了解了，然后都已经好像就是像呼吸、像空气一般的自在的相处，然后也不会害怕自己呈现出自己最不完美的一面，但是他还是会。为什么他要准备礼物？就是他不会因为跟你很亲近，然后就产生怠慢之心。有的时候我们在这种约会啊，在恋爱的这种时期，都会想把自己的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然后也会维持一个形象比较客气。那相反的，如果进入到这种长久生活，有的人可能口气就开始不好啦，就开始随便啦。可是这个人就不是，他还是会制造一些小惊喜啊，来去感谢说谢谢你对我的付出啊，然后这个是生日礼物啊，这个是情人节礼物啊，圣诞礼物啊，什么礼物啊，什么节日啊，然后带你去怎样子的餐厅安排什么样子的活动，我觉得不管是男生或是女生哦，他都是会有一些策划的。好，那接下来这张牌。
你们当中哦会有那种很特别的这个时刻，然后这个觉得就像前面说，它会营造一些精心的时刻，这些特别的时刻会让你留下很深刻的记忆点。所以呢，你们两个日后啊，在吵架的时候啊，在闹脾气的时候啊，在恨不得要去撕裂对方的时候啊，就会想到那个甜蜜的时刻，想到他给我写的好这么一封信，温暖的信，每次看到就觉得很甜蜜，流泪，或者是说他给我安排的这个惊喜，就想说好啦，那我还是原谅你吧。就是每当觉得很生气的时候，每当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子的时候，只要想到对方曾经为你做的那件事情，好啦好啦，你们就放下了，那些挫折又都可以去度过了。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很重要的，它是一个重新的感情的粘着剂，因为感情久了会疲乏，有的时候会就是如果没有好好的经营、好好的维持，它会去淡掉嘛。可是这个人，我觉得他是有在维持的。好，接下来呢，这个真爱啊，它是在你最不预期的时候出现，很可能你们在最没有预期的时候啊，就遇到这个人，而且还有刚刚说过，有些朋友们是先性后爱，大家记得吗？所以我觉得有些朋友很可能你一开始就只是想要跟他，就是没有想要跟他长久，就是你们先试试看，然后约会看看。但是，没想到你觉得适合，你想要深入下去。这张牌充满了性的诱惑，你看那红玫瑰哦，还有这个男生的手在摸女生的胸部，有一点点不安分。好，其实你们两个之间的性吸引力是很强的，但是除了这个性吸引力啊，更多的是之后刚刚说过，你们可以去落地，因为这个荷尔蒙啊，它不能持续非常的久，好吗？就是1年还可以，那如果你们要3、5年长久啊，就不能完完全全单靠外表的这个吸引力，就算再帅再美，看到最后也会腻。所以呢，除了这个一开始很强烈的这个性的吸引力之外呢，更多的是我看到的是你们当中哦，愿意去沟通，愿意去给彼此制造一些温馨的时刻，你们愿意真正的去了解彼此，了解对方，以及在遇到需要去磨合的时候，以及价值观冲突的时候，去找出一个解决的方法，讨论出来的一个方案。还有就是，不管吵得多么的凶，不管矛盾闹得多厉害，你们还是会莫忘初衷，莫忘当初哦，他对你许的承诺，你对他许的承诺，以及你们两个第一次见面的时刻的那个心动的感觉。所以你们两个的恋爱，我觉得它非常的牢固，非常的真实，它是可以经历很多大风大浪而存活下来的一个情感，而且你们会累积很多属于你们的恋爱存款、恋爱存折，你们会有很多的记忆可以去回放，你们会去完成属于自己的一个爱情电影啊、爱情小品或是一本书等等，你们的故事哦，它是有这种有可看性的，它是有眼泪、有欢笑，然后有很多的温暖，它是一个好的结局。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情有味、很滋润，然后也很有经历、很深刻的一段感情哦。那我们接下来再去看一下这个人有什么话想要对你说。他呢，对你还真的蛮好的，他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所以你们的感情啊，随着相处，随着生活，你们两个已经坚定的去选择彼此跟认识彼此，这段感情就已经不再停留在一个小情小爱的层次。相反着，我觉得真的有那种生死与共同患难的能量。好，Pentacle，好，这个人哦，还真的有很多金币的能量哦，他是带财的，好，带财的。所以跟他在一起啊，就是不用担心金钱、钱财方面的事情哦，很可能他也会去旺你的事业哦。好，
他呢在找你的同时啊，其实你也在找他，有点像是你们是互相去吸引彼此，互相去显化彼此的。你在跟宇宙祈求这个人的时候啊，他其实也在跟宇宙祈求你，然后宇宙又发现，哎，这个人想要的对象跟那个人想要的对象真的是很相似所以宇宙就透过好一个媒人把你们牵线，把你们放在一起了。好。哦，他说他可以成为你的英雄，不管是男生女生啊，我觉得他也是，就是阳的这个能量比较重的，对，如果是男生的话，我觉得他的身材是比较高大的，女生的话，感觉他是比较高挑的，或者是说他身上就是有那种会把你当成小朋友的感觉，好，小朋友的能量。那哦，对，另外那这一张牌，我还有觉得说，有可能少部分的朋友，你跟这个人是在旅途中遇见的。这种旅途有点像是你们去参观什么样子的古迹嘛，或者是说去看什么具有历史艺文气息的这种东西啊，所遇见的。好，接下来呢？哇，他对你真的是很沉醉、很着迷，他戒不掉你，没有办法戒掉你，他对你很着迷、很上瘾。还有对他来说啊，人生快乐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优先顺序。就是如果可以开心过一天，他就想要开心过一天。他是一个，他有太阳的能量，他不想要愁眉苦脸，所以他是一个比较正向、乐观跟积极的人。好，即使遇到了打击，他也不想要让自己活得很愁云惨雾，他也是想要。赶快再找回他心中的那个小太阳以及快乐。所以呢，要如何让自己的生命生活经营的很幸福、很快乐，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事情。你就是我的一切，所以他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哦。让我拥有你吧，好。你很重要，你对他来说真的很重要。只要你说的话，他其实都会用心听，都会去放在心上。因为呢，你就是他在等待的爱情，你就是在宇宙的指引下，宇宙牵起这个缘分，让你们所遇见的。所以呢，如果你愿意去跟他在一起，如果你愿意去牵起他的手的话，其实他会去用他的行动展现说，其实你是非常的重要的。那这个人呢，刚刚说过，他在他的生命中，我觉得各方面呢，可能钱财啊，各方面都已经逐步到位，或者说逐步在充实，逐步在丰盛了。同样的，我觉得你们这边的能量哦，也不差，你们这边可能也是在各方面都在提升自己，各方面都在充实自己。他呢已经是准备好了的状态，那我觉得你们也准备好了，所以这会是一个很好的时刻，你可以跟这个人在一起，去完成你过去一直想要完成的梦想，或者是说你可以跟这个人在一起，一起去创造出你们新的梦想，以及你们丰盛的物质世界的生活。还有最重要的是，享受你们的快乐，把快乐、幸福放在人生中、生命中的第一优先顺位。很多时候啊，因为有了这个丰盛，有了这个钞票，有了这个钱财，我觉得其实你们可以去做梦，然后在说话、在做事的时候也更加的有底气，不会因为说钱不够而去做一个比较刺激的选择，或是比较不是自己真心喜欢的选择。相反的，我觉得在你们两个一起，其实可以去发展出很丰盛的、很丰盈、很富足的能量，然后把快乐放在第一优先的考虑，而不是把我要怎么样去赚更多的钱，因为钱财啊，它真的是
慢慢到位，越来越足够，越来越丰盛，甚至你就是真的不用太过担心这一方面的问题，要尽情的去享受生活，开心的过生活。如果你以前的生活过得比较辛苦的话，我觉得这个人是宇宙给你的一个礼物，要让你卸下生活的重担，好好的去开心的过生活。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三组朋友们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有对应到大家哦。我是蜜雅，我的 B 站跟 YouTube 的名称都是蜜雅塔罗，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拜。